希望在这次节目里面，你们能够给我一些建议。那之后你们有喜欢听什么，或者之后你们希望学到什么，那么我在后面就可以做一些准备啊，那做一些你们期待的东西，或者说。嗨，我是专注健康发声的 NONO 老师，欢迎来到上麦的频道，和 NONO 一起学发声。那基于很多朋友他们都有兴趣说我们要 review 一遍整一个2024歌手里面歌手们的技巧人生，包括之前我们有提到过一些歌手，那也有粉丝会特别有兴趣，那我会包含在里面。那今天我想将整一个我们的节目的主轴是放在人生技巧上面，所以我会比较少的来提到比如说他们的编曲能力啊，或者说整个歌曲该如何来占领到更多听众的喜欢之类。那我会专门来挑人生来说，因为很多人会对歌王那英的歌王比如说质疑啊，那么有些人就会说福斯亚应该是冠军，有些人说香缇默应该是冠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这样的一个节目结束之后呢，我觉得我可以带给大家的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说认识和理解不同的歌手他们具备的能力是什么。第二，我们自己可以学一点什么。第三，是不是你也希望有一个亮亮的耳朵，可以听别人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声音是这样，那个是这样。那作为我呢，其实我的专长并不是说从唱歌技巧来，那我觉得我的专长不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就是向来的就是比较厉害的能力呢，就是可以从只要是用声音的人，包括你们说话之类的里面，我在听你们说话、唱歌、用声音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基本能够粗略的判断出你具体是哪一个系统用声的系统影响到了你。那之前有朋友就说过他说现在唱歌老师都是靠解剖学啊啪啪啪之类的话，其实我们不只是说解剖学而已啊。比如说我们唱歌在这里，我就会稍微讲一点点干货，那你们就不要离开，还要为我点赞，还要留在这里把这个给听完，因为对用声音的人都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声音能够我们用声音的时候，我们所牵扯到的系统实在是太多了，有我们的语言系统有我们的肌肉系统，还有我们的气息系统，还有我们的站姿骨骼，这些都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那么在透过唱歌或透过气息和发声的训练之后呢，你甚至可能说我在改变我发声方法之后呢，我可能连骨骼都会有一些改变。所以这个就是我一直就是投身说我很愿意去研究这个人发声过程当中所牵扯到的所有肌肉和系统的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真的是太有意思了。那在这个里面，我会在今天怎么消化给你们呢？就让带着你们去听别人声音的时候，让你可以学会说我可以这样子来听，而且这个非常有意思，而且你也可以慢慢的理解到为什么你会喜欢听这样的声音，为什么那个声音你就没有那么的喜欢。我们也会谈论到一点点节奏上面的问题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喜欢听什么样类型的歌，那另外那个类型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喜欢，我们会稍微来提到一点。那我们这一次所涵盖的歌手呢，主要是歌手2024歌手这个节目里面的歌手，其次呢，我会穿插几个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手和他们改变之后的一些声音来跟你们一起探讨一下，怎么样？期不期待？其实我是蛮期待的，那脑子里呢就是一团乱炸，希望我在跟你们一起来聊的时候能够将它慢慢的理顺。所以在这里你要为我点个赞哦。然后我先抛出一个问题就是有多少朋友你会觉得自己的发声习惯是不对的，然后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希望你们能够热烈的回复在我们的评论区。呢，我如果可以的话就尽可能都回答你们。其次呢，你们如果带着问题去听，你们的收获就会受益匪浅啦。当然了，我也是希望在这期节目里面你们能够给我一些建议，那之后你们有喜欢听什么，或者之后你们希望学到什么，那么我在后面就可以做一些准备那做一些你们期待的东西，或者说你们能遇到的问题，那我来帮你们一一解决咯。
OK， 好，那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入这一期我们要谈论的这些歌手了啊。有点打岔，没事儿。那你想啊，2024的巅峰之会，其实我整体觉得可看性一般吧，因为他其实后面请来的几位，我觉得能够谈论的还是黄绮珊来的，因为我觉得他在人生技巧上是最具代表性，我们可以来谈论的，而他的改变也比较大。那在这个之前，我会先做一些干货的检查。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会自己多唱一点，或者说我会多说一点，我们把伴奏放的少一点，因为我上一期的节目又被封了，哇塞，我都没有用图片，我都没有用视频，我都不用了，放了一点点音乐，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某一个节点，居然又这样。你知道芒果台应该叫好小气台，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就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来。好，我们来唱歌，我们只是研究人声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记得啊，每一个人的声纹呢，它是独一无二的。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们的声音跟我们的骨骼决定了，即使有人跟你的声音很相似，但是它是不可能是一样的，就像我们的手指指纹一样，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就比较特别。那么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些歌我们会这个声音我们是会比较喜欢听？可能呢这个音域是你没有的，或者说是你一开口就能 get 到的，你就会比较喜欢听这样的音。其次呢，在它跟我们的听感跟我们的共鸣都有关系。比如说你就是真的你会唱不到那个共鸣，你就会比较享受听那样的共鸣。所以根据一个人的缺失，我们叫互补型来决定你一般的喜好。其次呢就是节奏跟旋律。那如果你相对喜欢听的一个节奏，那比如说像浪迹的诱惑啊，我们会比较喜欢听这样的歌。那可能正拍的歌，可能我们会对那些错拍的歌会有一点点很难卡入，那我们就会没有那么的喜欢，因为你不能够朗朗上口。那至于其他编曲能力，那就是一个歌手的综合素质了。那我个人来说呢，我认为一个成熟的歌手，他应该具备相对完整的技巧。那很有可能我们就能够听出这个人是不是科班出身。比如说科班出身，他会具备的技巧比较丰富一点。如果他不是科班出身，就是他从小爱唱各种各样的歌，所以他的技巧会比较丰富。那还有一些是选秀出身的。那选秀出身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有他们自己最特别的亮点，比如说他的高音啊，或者他的低音，好，或者他的形象了。那对于一些歌手来说，那我们今天我们就简单带过几个歌手，比如说像杨丞琳啊，然后像海兰木啊这样的歌手，他们有他们自己固定的市场啊，比如说第一，他们的形象，他们出道时候所展现给他们的群体，他们是有定向群体的啊，这个群体会喜欢他这个情况，可爱啊，有魅力啊，然后声音甜甜啊，所以呢就会养成了说这一类的歌手，他们不会去挑战其他的技能，因为在他的事业里面他不需要这些东西，所以他会很专心的去维护他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听杨丞琳的歌曲的时候，我们会说他音准不好啊，或者会说他唱歌的时候转音少啊，变化少啊，高音不够啊。其实我们想要理解的是，在他们这一类的歌手里面，他们只需要维护他们个人的风格，他们不需要太多挑战，甚至说他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不同元素的音乐，他没有去切入过，所以呢，或者说他真的很喜欢，只是因为他的职业要求，他只要这样唱，那就够了。那么就会出现像他们这样一个，就是说我们说啊，这么唱了这么多年了啊，技术还是不行啊。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我自己觉得不是他们的问题。那其次呢，我们在听人声的时候，我们会通过几个方面来听了比如说他的气息啊、咬字啊还有他的用力啊、习惯他的韵律啊、节奏，我们会这样去听一些歌。但是在歌曲里面，我们不应该很容易的去分辨好跟不好，因为他们具备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第一组要听的，我把他们放在一起的是那个黄绮珊和袁娅维。他们之前有一档节目是
应该是叫做天赐的声音吗？好像也是，反正是小气鬼台的啊。然后他们一起合唱了一首《年少有为》。那在这里面，我先来讲讲黄绮珊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黄绮珊是比较典型的，她的牙是属于外抛的，我们叫有一点点龅牙的感觉。所以你们听她在10几年前好像也参加过一档节目，唱的是《简爱》，就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啊，这个是黄绮珊当时唱还有故事的嘛，对吧？我印象非常深，所以我特地去翻唱她那个时候，听了她那个时候唱这首歌曲的状态，和他现在参加这档节目《年少有为》所呈现出来的音色、方式、方法都有了很大的区别。那你们要知道最难的是什么？当你的结构有一些就是明显的不一样之外呢，所以其实你整体的共鸣就会有一些变化。那么共鸣的变化最大挑战到就是你的气息跟你声带、你的环甲肌怎么用力了。那你当你声音出来了之后，它如果一旦是因为你的房间结构不一样，所以你的力量和我们叫做共鸣的焦点就会产生不一样。你们仔细去听啊，黄绮珊在以前的时候，她并没有出现，像现在这样声音这么的尖亮啊。比如说她是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所以她在早期唱《简爱》的时候，她就没有这么亮。反倒会显得虚的，或者说那个声音拉出来的质量就没有那么明显。那么现在黄绮珊，你看她的面部表情丰富了很多，你会发现她要么就是在没有面部，就是嘴唇没有这么张开的时候，她会一直不动整个嘴唇，她是往一个共鸣就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反其是袁娅维，她唱歌的时候就听起来这首《年少有为》，你们去听一下，听起来《年少有为》这首歌就没有像黄绮珊这么的亮，而是她在律动上，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然后黄绮珊就是那些美梦，她就会直直的是出来。所以呢，这两位歌手，我认为他们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黄绮珊，她在对自己的共鸣的结构的了解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她在唱歌的时候，她比如说唱那些不是特别高或者没有挑战她技巧的时候，她基本的面部表情是不多的，然后呢，她的共鸣非常的稳定。其次，她就一个焦点啊，我们举一个夸张的例子啊，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所以呢，他的有些时候有几个字的口齿就会没有那么清楚，因为他选择了用这样的方式来唱这段话。但是他一旦唱的高亮，他擅长的时候，他只要微微一张开啊，他那个音的量就非常的强大，这就是他具备了他的功底。当然，黄绮珊我认为他在发声方法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肌肉气息都是很完整，甚至黄绮珊这个年纪的歌手，他很接受新事物，所以你们会发现他在很多的律动的歌曲里面，他不缺乏律动，而不缺乏时髦，然后他又能唱古典的歌曲，这就是黄绮珊很厉害的地方。那对于袁娅维来说呢，我自己觉得袁娅维呢是比较全面的歌手，她的歌曲都能上，她什么样的歌曲都能唱。这次我对她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些火啊这些歌，因为我觉得她编曲非常的棒。那我倒是很喜欢她跟陶喆唱的那首 Forever Young， 所以在这里面她除了对韵律的一个把握之外呢，那这你也知道，他唱歌你总是找不着调嘛，对不对？就是你不能很快的去复制那首歌，然后他的声音里面，他就会一直存在抖音啊、颤音啊、转音啊，比如说 Forever Young Forever Young， 所以他就会去爱着啊，他的发声是非常稳定的，气息也小，他也没有用那么大的力气，然后他就会收着很稳定的排出他要唱的 Forever Young。 那我给大家学颤音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先搞明白他到底转了几个，然后呢你自己找到那个节奏打个比方，他就转了6个，7个，好，那么你就
去把它放慢，你先找到你的音准，然后你就开始控制你的力气，然后前后衔接。所以慢慢的，你练多了之后，像这样的转音，你都是可以，就是可以很轻松的唱到的。那对于袁娅维的唱功，我觉得她的全面是在于她能唱她的 blue， 她的 R&B 她的韵律感一直在。然后她唱的流行歌曲里面，她依然能够把握她那个情感的切换。所以像那首歌，说不上来别说话，就一点简单这首歌我也非常喜欢。我认为她表达的很细腻，但是呢，她的声音就不会像黄绮珊这样有那么的冲击力和亮度。特别你们就会去听那个年少有为，黄绮珊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就会非常亮，它会对人的杀伤力会比较大。那召集一下，就你们爱唱歌的朋友们，你们只要在评论区留下你们自己在发声跟唱歌时候的问题，我一定会回复你们的，可以吗？那当然，我也是特别需要你们能够积极的回应给我。你们在这么多时候，你们想听什么，你们想知道什么，或者你们想听我说什么，就在评论区里面大胆的留下你们的脚印，我只要会筹备起来，就会来一一解答你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要提一下那英了。那那英其实它的特色在哪里？就是它的音色很特别，它的声音好听。你看它最早那首歌，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其实，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其实那英真的从来没有变过。就是那英在出道时候，她的音色和她唱歌的风格，和她现在的一个整体的感觉是没有太大差别的。那同时就是说，那我们有些时候看两面嘛，就是他的音色呢是好听，为他敞开了一条宽宽的道路，但是呢，他的音色也限制了他，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去唱其他的歌曲，因为他的味道不容易那么出来。所以那英在唱那些简单只挣脱啊，像征服啊，然后这次唱这种自由的梦想啊，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唱那个什么，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像这样的歌，搞不好那英唱的味道还蛮好的，这就是她音色带给她最厉害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巅峰之作，我听了那英的歌，我觉得她倒也没有说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只是应该是时间不够。第一，那应该是在参加这个节目之前没有做太多的训练跟准备，所以导致呢，他前面几首歌翻车的很厉害。所以加急赶练之后呢，他的肌肉的感觉慢慢增上来之后，他的音准跟他的表达就会增高。其次一个呢，就是那英她在唱这首歌，就是她这一次巅峰之会这首歌，应该是她自己的歌，所以她的熟悉度非常高，所以她的空间就开始呈现了。她愿意唱一些转音啊，还有一些尾巴的转音就出来了。那么当然了，我还是觉得他的整个机能呢，就是他的那个音乐性不够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音乐比较单一，他比较唱他自己的风格。那么换了其他风格或者其他歌曲之后呢，他能把那歌唱下来，但是他就没有这样的发挥。这个可能跟他平时我们叫玩音乐或者说哼唱的少也是有关系。那他就没有练这个嘛这其一。其二，我还是反复要提供的是，那英虽然能够唱得很高，像这次有人说他唱到E5啊、F5啊之类的，他能唱上去，但是我仔细听了一下，其实真的离那个失控啊，这是边缘之差。我始终是觉得那英的发声的方法，它的用力方法是会有一点的问题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唱我们胸腔共鸣或者说我们低音中低音的时候，我们会通过共振来达到，就是力量增加来达到这个效果。但是，一旦你就像你转，就像那个我之前提过的什么梦里鲜红的蔷薇啊，胸腔共鸣，但愿是苍白的玫瑰，它躺在月。我们突然转假音或者突然转虚的音的时候，它躺在月，我也可以这样唱。
但是你们要知道，一旦你转假音的时候，你的力气是要迅速转换。转换的是什么呢？其实为了这个事情，我还特地去查了书，我来确定我说的是对。转换的是肌肉的机能，它会从我们叫胸部肌肉，或者说我们的骨骼上的一些弹性，立刻来作为抵消啊。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放松。我们唱的越高的音，力气其实是越小，越放松。他躺在我唱升高一个 key 啊，他躺在月亮下，纪念着曾经最真挚的爱，记忆里快乐才真切。我升高了一个 key 来体现高音是怎么抵消的。所以我们在听那英唱歌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它高音的时候，它是非常硬、非常直的这样，冲上去的。如果再高，它就会破啊。第二，其实蛮伤身体的，蛮伤声带的，因为你这样唱歌的时候，你久而久之，你会不喜欢唱高音，你不太享受那个高音。所以，我还是觉得那英如果是要继续保持这样子表演下去，不隐退江湖的，他可能需要在那些律动上啊，我们叫做音乐性上来调整自己，尝试去唱其他的歌。不，你不需要掌握那些歌，你只需要去唱那些歌，让你的声音里面具备弹性，调整一下发声的方法，我觉得可能会别有洞天吧，对吗？别有洞天。那聊到那个那英了，我